丽莎对萨克斯爱的深沉，音乐老师却像所有平庸的大人一样苦口婆心的劝他放弃梦想。丽莎很不理解，身为音乐老师，难道你就不热爱音乐吗？其实梦想才是最可贵的呀。音乐老师表示，如果他当年能够坚持，现在就已经实现不当音乐老师的梦想。现实是丽莎虽然天赋高，但比她厉害的人一大把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校长撞见这一幕，夸赞音乐老师是宝刀未老的大教育家。校长见丽莎还不死心，拉她补习了一堂放弃课。他告诉丽莎，据不准确统计，每一个大师成功背后都有100万个失败者。他只看到了成功者的光鲜亮丽，却不知道这只是金字塔效应，更多的是籍籍无名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不要幻想，也不要尝试，老老实实上学，安安心心打工吧。丽莎哭得更大声了，为什么生活这么痛苦？还是只有小时候会这样？天天搞恶作剧的巴特一时昏了头，惹上校霸3人组，感冒老虎屁股。校霸3人组分分钟给他安排上，巴特被迫穿上中老年妇女装束，惹得全校学生放声嘲笑，纷纷献上臭鸡蛋烂番茄。校霸又用涂改液让这有眼无珠的小子名副其实。丽莎回家后 emo 了，玛姬连忙安慰女儿说，年轻人不要放弃梦想，她小时候一直梦想嫁给王子，现在不就梦想成真了吗？王子会变成侯默，那萨克斯最终会变成什么？丽莎实在无法接受，理想中的梦想和现实的梦想差距实在有一点点大。为了鼓励女儿吹萨克斯，玛姬举办了一场小型家庭表演，上啊丽莎，重燃起对爵士乐的爱吧。然而丽莎受的打击实在太大，旋律就在脑子里，她就再也吹不出来了。丽莎觉得这是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，决定上网谷歌治病。多动症不对，这是巴特的毛病；强迫症不对，这是老妈的毛病。最终丽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伊普综合症，患者会突然无法完成非常熟练的技能，这种心理疾病无法通过药物治疗。丽莎再也吹不了萨克斯。巴特在学校里受辱，玛姬担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。辛普森家的餐桌上不再有欢声笑语，一片愁云惨淡。玛姬想用一个好消息活跃气氛，她说咱家要去拜访外婆，外婆喜欢音乐，丽莎可以大展身手表现一番。大伙儿的反应都是呵呵。一发现这家人要去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，路人、检票员、空姐都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侯默的心里也充满了惆怅，他宁愿把所有假期都花在老谋子酒吧里。由于经济舱的乘客体验实在太差，侯默趁机发动乘客暴动，机长当即决定马上降落，新目的地在新奥尔良。乘客们齐声欢呼，玛姬也不得不承认，有新奥尔良可选，鬼才去盖恩斯维尔啊！街头上到处是爵士乐队，丽莎却完全提不起兴致。玛姬派侯默来照看丽莎，希望能调动她的兴致。人们都说新奥尔良是个度假胜地，这里酒水饮料随便带上街，到处都是音乐和舞蹈。侯默原本的任务是安慰开导女儿，让她玩得开心，但到后来侯默的记忆里只剩下吃。新奥尔良的美食实在太多了，今儿老莫就给大家来一顿报菜名儿：鸡肉卷、蟹肉卷、小乳猪香肠卷、鲶鱼排、鳄鱼排、羊腿牛肋排、卡亨小龙虾、水煮小龙虾、小龙虾盖浇饭、塔吉锅海鲜杂烩外加西葫芦浓汤。饕餮客侯默只顾吃遍新奥尔良美食，不怕跟千寻的爸妈一样，吃着吃着变了主奴。丽莎提醒老爸，这座城市还有很多历史遗迹。侯默笑着摇了摇头，不能吃的东西他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吃饱喝足后，侯默才想起要解决女儿的忧伤。丽莎说，我这近距离看了1天吃播，居然莫名其妙被治愈了。侯默吃的太撑了，一运动就想吐。当地人介绍说，新奥尔良拥有5大呕吐馆，分别是优雅的克里奥尔呕吐馆、布鲁斯呕吐馆、光荣传统呕吐馆、曼吉奥内呕吐馆和查理街上的呕吐桶。客人您挑哪个吐？侯默说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就吐你身上吧。另一边，玛姬的任务是逗儿子开心。巴特看不进去人文景，只对惊吓屋感兴趣。玛姬跑到隔壁的教堂里祈祷说， Oh my god， 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只想从内心的恶魔中解放些许。他刚祈祷完，巴特就买来3个诅咒娃娃，发誓要报复校霸3人组，出一口恶气。玛姬长叹一声，看来他家这个小祖宗，上帝也镇不住。与此同时，丽莎瞻仰了萨克斯大师的雕像，雕像显灵来开导他，给了他3条真知灼见：一是天堂盛赏大麻烟，2是听爸爸的话，3是不要听不会音乐的人评判音乐。这些家伙和盗墓贼没什么区别，挖前人的坟，毁前人的墓，还要断掉后人追到前人的路。丽莎受到启发，听老爸的话，来到了一家民谣小酒馆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很多玩爵士乐的人，还有奥斯卡墨菲的侄子。看着这群志同道合的人，丽莎忽然恍惚，为什么他非得爬上萨克斯的顶峰？一定看不起躺在半山腰单纯享受音乐的人。这里的风景虽小，但依然很美。老莫子酒吧，侯默最幸福的娘家，但每次贪杯后，他开车回家准要遇上坏事。这回侯默撞坏了镇长最喜欢的路灯，一个路人以此相要挟，用500块买了侯默的车，把他改造一番后去参加了撞车大赛，还送给侯默一家周6晚上的特等票，让他近距离欣赏自己的车是如何被撞毁的。这种全家出游的机会，大小子侯默当然不会忘了亚伯老爹。他用那500块钱在玛姬的车里安装了防老头和防司机隔音板啊！这世界终于安静了。赛场在郊外，主持人温馨提示观众，
观赛有风险，前排更刺激。新一轮汽车争霸赛正式开始。红魔一手啤酒一手热狗，快活似神仙。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车，现在变成了赛场上的碾压机器。红魔觉得特有成就感。眼看着比赛进行到最后关头，红魔正看得入迷，亚伯忽然闹心口，红魔只得带老爹去医院，错过了最精彩的一幕。医生遗憾地告诉红魔，亚伯已经病入膏肓，怕是时日无多，家属有什么话赶快说吧。亚伯偷偷告诉红魔，自己曾经犯过一个很恶劣的错误，希望临死前得到儿子的原谅。红魔满口答应，可当老爹把那错误说出口时，红魔脸色一变，差点原地爆炸。但又看老爹奄奄一息的样子，红魔只能强忍怒火，从牙缝里挤出原谅儿子。事后全家人准备钉棺材时，医生突然宣布，他们不小心把亚伯救活了。亚伯非常嘚瑟，他不仅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，还取得了儿子的原谅。按照之前的临终承诺，红魔必须对那错误保密，而不能反悔责怪老爹。红魔忍了，但对亚伯再没有过好脸色，不愿和老爹同处一个屋檐下，父子俩算是彻底决裂。马季为了化解这两人的矛盾，按照之前给珍妮过生日的经验，带他们去参加儿童派对。据说这法子比心理治疗更管钱。派对主持人将红魔和亚伯关进中世纪牢房主题的密室里，他们只有合作破解10道谜题才能出来，爷俩没有合作，差点决斗。回家后，红魔见亚伯如此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决定违背誓言说出秘密。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当年亚伯喜欢做2战飞机模型，嫌弃红魔总缠着他捣蛋，老是弄坏自己的飞机模型，他让儿子滚一边去，还指责老婆没有管好红魔。妈妈对红魔非常有耐心，她教红魔制作美食，红魔每学会一样，妈妈就记下一张食谱，还存放在一口箱子里。她还说自己在食谱背后写满了想对儿子说的话，要红魔长大后再打开看。后来妈妈莫名其妙失踪了，红魔珍藏着那些食谱，成了他思念妈妈的唯一信物。但亚伯恼怒妻子离开，将跟妻子有关的所有东西，包括那只收满食谱的箱子，全都扔进了一处悬崖。回去后，亚伯骗红魔说箱子被妈妈偷偷带走了，红魔为此伤心了10多年。听完这番话，全家人的态度出奇一致，他们集体谴责亚伯的混账行为，更气他到现在也不知悔改。辛普森一家餐桌上的话题难得高度统一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指责亚伯，骂完不解气，大家便跑去亚伯住的养老院，要当面戳他的脊梁骨。结果发现亚伯留了一封信，说自己被大家一顿臭骂，终于意识到错误，决定亲自找回食谱赎罪。大家一想，食谱扔进了悬崖下，亚伯这一把老骨头，怕不是东西没找到，还落个粉身碎骨呀？亚伯到底是红魔的老爹，孩子们的爷爷？大家赶紧去悬崖边救人。亚伯很固执，在身上绑了个绳子也下去了，红魔把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，也追着下去了。亚伯说：“你傻呀你！”爷俩差点一起摔死，靠一棵歪脖子树捡回小命。最后终于在悬崖地上找到箱子，却发现里面是空的。红魔长叹一声，天意如此。他看在老爹舍命赎罪的份上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碰巧悬崖下开了家老饭店，一家人进去吃饭。红魔发现这菜的味道居然和妈妈做的很像。老板娘说，当初他这店生意很不景气，眼看着就要倒闭了。忽然有一天，神奇的食谱从天而降，老板娘学会了食谱中的菜式，生意顿时越做越红火。现在失主找来也是缘分造化，理当物归原主。红魔激动地翻开食谱背面，想看看妈妈给自己留下了什么话，却发现童年滤镜崩了。老妈以笔为刀，恨不得将亚伯千刀万剐，满篇的 motherfuck 谢波尔。亚伯凑近一瞧，红魔赶紧藏起食谱说：“我妈说你是个带善人的。”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，再见。